知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生活了那么久，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需要的。就像鱼生活在水里，却从不询问水是什么，什么目标、信念、理想都不用考虑，那个人几乎替你做好了所有的决定。你以他的理想为理想，以他的目标为目标，以他的胜利为胜利，以他的荣誉为荣誉。我能理解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失去他了，你才发现，你不知该往哪儿去，心里空荡荡，都随他而去了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但我也不明白，这一个人怎么完全代替另外一个人？别的不说，你在东京做的那些事儿，不是哪一个女人都能做到的。我不相信你被另一个人催眠了。那简单，你得生存不是吗？这就是信念。这也是信念。当然，淑华，失去爱人，我知道你有多悲伤，但这不是末日。我相信，人类不但会苟且的生存下去，他们还能蓬勃发展。人是不朽的，这就是信念。母亲，咋还没睡呢？哟，这鳖咋丢鱼缸里了？我瞅着这金鱼啊，这不怕王八。这王八片儿大，性子憨，转身慢。你瞅瞅。嗨，那男孩呢？凯之家的男娃呢？多梅，快去找来，要不咱妈太无聊了。哎，找什么找啊？亲娘回来了，接回去了。是吗？难怪。来来来，母亲，儿子陪您说说话。瞧你这满嘴的酒气，还说什么说呀？洗洗睡去吧。哎，我们也歇着去了。建秋啊，这洗脚水打了吗？打好了。土方，凯之家那男孩。来。哪儿啊？就这屋。
二贝勒，什么事儿啊，杨总监，非得跑这儿来？咱俩吃顿饭不行吗？别，豆花中的饭有什么吃的？有事儿说事儿。去车里把那2只狗崽子送去日本公使馆去啊！去。梁兄都托我半个月了，非得送武官夫人2只狗崽子。是平田武官的夫人芳子小姐吧？她的父亲可是日本皇族。差点忘了，开支兄弟，你也是留日生啊？听说你跟梁兄床挨床啊？这倒是不假。那你找我干嘛呀？有事儿你找梁相去。摄政王已借宣统皇帝之诏，集军权于一身，代理陆海军大元帅，2个同胞兄弟啊，一个任海军部长，一个任军资大臣，并掌管禁卫军。这3个懂个屁呀！军令行文、军机电传，哪一样不是梁兄在操持的？就是涂芳，让我来找您的。他让你找我？二贝勒，我是个军人，直来直去。今儿找您呢，只一件事，替我递一样东西，给您老爹。漏了吧？啊？我说你一个朝廷的戍边英雄，你找我吃什么饭？不，您听我说完。别，我不想听。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。你有事你找我爹去，你别找我。再说他也不会听我的。二贝勒，您一句话都不用说，只帮我递一样东西。这东西，你欠我爹的？也对，谁让他对我辈这等下级军官，手操生杀予夺之权？可我爹已经不是昔日的领班军机大臣了呀。不，在下官看来，军机领班还是军机领班。不要说我，就连如今的荣誉皇太后，他老人家当年的名分，也是您爹当初从老太后那儿帮忙要来的，不是吗？就凭这，摄政王不也得敬重您爹几分？今儿啊，我算是遇到一个明白人。坐，明白了吗？我小二子要帮忙啊，只帮明白人，帮那些糊涂蛋子费劲不说，还不讨好啊！一帮250，啥也不明白，只知道让帮忙。真把咱老爹当成人人都能蹲坑的茅房啊！还都是一些又臭又硬的破事，什么呀？我的事儿很简单，我自认为我有能力，也有资格领衔北洋第6镇。你说咱最后丢下的话多硬气啊！啊！你有那3万块在眼皮子底下戳着，说什么其实都不重要。不是，关键是他一身正气。我看就是场买卖。那倒也是。既然是买卖，你就不应该一把钱都撒出去，这样你就太被动了，点余地都没有了。就是得不留余地啊。那如果人家嫌少怎么办呢？这还嫌少？是买卖就可能有价差，讨价还价都是常事。不，这还不是买卖，是赌局，一把压上去，这钱到赌桌上，那还是钱呢。我看着你俩怎么这么像？你说吴天白，那就对了。像你这样的小本买卖，那就坏了。就这气绝，北洋陆军主力能交给你带吗？是不是不够？听上去你是对的。所以啊，这样的大交易，光从一处使劲恐怕不行，你得让梁相从旁协助。虎不辞山，人不辞路，你对梁相别太坚持，他本来就是个矜持的人，你俩有点顺撇，都太洁癖，这本来也不是个什么干净的事儿。对。所以啊，我这个人做事儿，行了，你回去吧。
啊，你那被子我给你晒过了。袖子弄湿了啊！哎，你别把水弄洒了，听话。我差点一头扎进水里去。不过，过来，把这个给你妈妈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我那柜子上有肥皂，用了这个省劲儿多了。早点睡，赶紧回去吧。不过，我走了。你这出的都啥主意？非得穿北洋陆军服装，禁卫军服装要漂亮得多。军资府统领的是全国的军队，如果仅仅穿禁卫军服，那不是把权限弄小了吗？必须得穿北洋陆军服装，重申军资府对陆军精锐的指挥权。有理。走吧，去看看你这个军资大臣的指挥室。怎么样？这架势像咱大清陆军总参谋长吗？架势是虚的，怎么才能做实了呀？4个字：掌握部队。哎，这都通哪儿啊？这一步直通淳王府摄政王那儿，这一步直通北洋6镇，而边上的这一步直通我刚搬的禁卫军训练处。谁呀？哎，五爷，我老七啊！是，我已经到了我的军资府，特向你报告，自今日起，军资府开始办公。什么？您在和张謇说话？张謇是谁？他说张謇是南方立宪派的领袖，你怎么连他都不知道？什么张謇李謇的？五爷连句道贺的话都没有，扫兴。立宪党人是朝廷眼下的大麻烦，这张謇还当过袁世凯的老师，饶是如此，摄政王还亲自接见加以笼络，气局开阔，是明智之举。咱刚才说哪儿了？掌握部队，如何掌握？2个字：用人。我想用人，可咱说了不算。
你知道昨儿老庆提名谁做了第6镇同志？想你都想不到。谁？你的同窗，杨凯之。你觉得合适吗？老庆这次用对人了。我看不对吧？有人向我反映，他杨凯之身份可疑，在东京之时与乱党颇多接触，是吗？童芳，你在此事上不会存有私利吧？东京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整个一个大林子，什么样的鸟都有，还都认识，想不接触都不行。我也一样。不瞒您说，像秋瑾和徐锡麟这样子的元凶，在东京的场合里，我也都打过交道。按这个标准，你是不是连我也不信任了？别，我能不信任你吗？不信你，我信谁去？你屠方不同，你去东京之前，在上海时我家五爷就谋上你了。子弟当中，属你屠方朴实无华，得了祖宗的真传。既然你们兄弟愿意相信我，那你们也该相信杨凯之的。像这样的领军之将，留在陆军部编大纲，实在是可惜了。成，你的话我照转我家五爷就是。不过他究竟怎个决定，恐怕我也左右不了。说实话，居庙堂之高，我家五爷已不是先前的五爷喽。连我一个星期也见不上2回。北洋陆军历史上担任统治的，几乎都是北洋武备学堂速成出身，该改了。留日士官生将逐渐的代替这些老派军人，此为大事。要是留日士官生都能像你屠方这样，咱又何乐而不为啊？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个人啊，不是一下子就能怎么样的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。得拢好了，慢慢的聚，用心的养。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，让我熟悉的那些校友，从军资府的实习参谋做起，先试水，择其善者而用之。王震啊，哎，来，找着差事没有啊？没有，这不还在北京闲着呢吗？哦，你这第3期头名优等生还飘着呢。那有什么办法？愿不愿意来禁卫军？我的禁卫军正在选拔人才，扩充编制，更新伙计。凯之不，杨总监。听说新军编练总纲设定，未来10年要在18个省建立18个骑兵协。没错，每省1个，蔚为壮观。是，气魄不小。请代我向你的骑兵协问好。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天知道他们在哪。哦，各位，瞧瞧，谁来了？谁呀？凯之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平田教官、奥様。你好，杨凯之当办。他现在
是骑兵总监。不，这位对手，我更敬重他在延吉边境的作为。当初本人的所为，完全是职责所系，不用再提。你的消息，我一直在关注。听说你最近在编贵军第1部骑兵大纲。没错，凯之兄啊，还和在学校的时候一样，胯下无马，马上无人。黄福成联系上了吗？说是在东直门外大街租了个门面，地方我还没看着。搞得这么神秘。这帮人还是交道浅，天白这几年与他们不怎么来往，感觉还是生分。我也刚从同学会上下来，这心里啊，也挺不是滋味。良香去了，给你透风了没？躲着我呢。亲责反说？屁，他就是怕我问那事儿。那你这3万块花出去悬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算摊上事儿了。哎，这说不清道不明的，跟做贼似的，还得替人兜着。咋问呢？哑巴吃黄连，我看你。你说斯斯文文一人，非要做这种肮脏交易。书豪，咱谋这事儿可不是为了自己。那也是公私兼顾呀。一阵统治，还不得8抬大轿，一群马便，娶他5个姨太太，再耗一间前后带花园的大宅子。我要是能娶5个姨太太，我就先把你给收了。成呀，只要你不怕拖油瓶。我还不干呢，我还没怎么着呢，就当爹了。谁啊？杨爷，是我罗格。什么事儿，罗哥？啊，是这样，老太太那边在家里挺寂寞的，想孩子了，想请孩子娘带着孩子过去走走，就这事儿。行，明天我就让舒红带着孩子过去。得嘞，谢谢你，来日见。你怎么一下就答应了？这点事儿能不答应吗？诸君辛苦。土方，瞧怎么样？像教阅大臣？什么叫像不像？你宰他啊，就是教阅大臣。就这么2下子，累出一身汗了。这教阅大臣是真不好当哦。你呀，到了第3任，要多看少说，不要轻易张嘴，免得露怯。我在日本，这皇太子视察学校，从头到尾就只说了3句话。哦，哪3句？说我听听。よし，よし，よし。哎，我也这么着啊！见着什么都给他来这3字经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感觉真挺好的啊。可问题是，你还需要做到不开口，可脸上却什么都有。外人所能感受到的，只有内敛和不是张扬。我也内敛，不是张扬，我会。什么叫内敛？内敛是脸上什么都有，都含住了，不出声而已。我也不出声啊，含住了。但你得有东西含呀。什么东西？你
以其也，如今是军资大臣。在日本，这个职务等同于参谋总长。一个参谋总长的脸上得有多少东西啊？陆军的全部装备技能、经验辛劳、知兵知将，天文地理，哪一点你们没有啊？你得让这些士兵们都看到，如果看不到，他们就不会服你。这，就是军队。那怎么办？土方，你真得想想法子替我弥补弥补。方法呢，只有一个。你说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得对自己这张脸负责任，一点点学习，一点点积累，多听多看，少说话，明白吗？有点难。说实话，兵书我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。兵书不读也罢，霍去病呢也不读兵书，他比你还年轻呢，19岁就驰骋疆场，战功赫赫。对对对，这个榜样好。霍去病可不就是个享福的将军吗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阵前将士半生死，将军帐里又歌舞。人家这将军当的，怎么就能做到打仗享福两不误呢？可他最出名的格言是“匈奴未灭，无以加肥”。你信吗？你载涛都已经2房女儿了。多加把劲儿，兄弟们！哎，把那边给我拿来啊！哥几个这般用功睡哪般啊？啊，觉都不睡了。哎呀，哪儿敢睡哟？那军资府派来的那帮被子，明儿就要来检阅，10几位呢。官长们可不都慌了，让咱呀连夜赶造假账呢。这光绪21年的老账也查呀？可不嘛，光绪21年到宣统2年，所有的柴价、马干、工费账目，都得重新造齐。人家都要查看呢。我说同志大人，干嘛非得派我去天津买用色马桶呢？你知道吗？光上等的雪茄烟就让我买了200盒，于是海参干了200斤。原来不只是检阅呀，还得查账。这被子翻面啊，那面也得晒。哎，这箱子底儿也得晒啊，爷的那件皮背心都在里头悟出腥气了。哎，少奶奶，孩子亲娘来了。您好。哎呀，你这娃，是你妈呀？乍一看我还当女学生呢。老太太的堂屋里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喜欢孩子，老提。这边请。杨妈妈身体可好？都多久了？有8年了，没见她老人家了。你认识咱家老太太？嗯，那年在东京，我们住隔壁的。哎呦，那不得了了！今晚咱家老太太要睡不着觉了，东京的邻居来了，你等着，我先进去打个招呼。年纪大了，可别一惊一乍的出纰漏。东京的邻居啊，舒红。那孩子是舒红的儿子，你还记着呢？我说嘛，我怎么就看着孩子那么入眼呢？原来是
他人呢？就在外头了。哟，你慢着点。书红啊！哎呀，书红，哎，书红啊，你看看，这大水真是冲到龙王庙了啊！走走这红摊儿，可不是嘛？这彩头全让彩头那四个煽情。俺懂个屁！这叫扬名立威，你们都挤一块儿了，能想出他来？啊，哪香呢？怎么没见着他呀？就是啊，两个教官就没进门，留在外面营地的马车上呢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真人不露相。火力大，射程远，这个是我们的德制山炮，一共配了20门。报告，陆军第3镇全体官兵恭请梁大人入营。校阅完了吗？是，教阅大臣正由统治大人陪同视察兵丁一寝。知道了。好，大人请看，这是我们配备的德制79式新毛瑟，射程达到500尺，火力强大。这应该说是目前陆军最好的装备了，而且士兵们悉心养护，100%的符合标准。好。我跑哪儿去了？我一泡尿憋着呢，也不知撒是不撒，上哪儿撒呀？可让我看看军中的茅厕嘛。卫生搞得如何？啊，好啊，大人请随下官这边请。妈了个巴子，假账！二别了，抽一支，抽一支。这烟啥烟啊？这是天津购回来的上等雪茄，2块大洋，才卖这1支。2块大洋就给我打发了呀？嘿，味儿倍儿香，嘿，香你大爷香！啊，一堆假账，他妈的，光绪29年的账啊，墨都没干呢，尝尝，都他妈粘我手上了。那边是我们的步兵卡。你马上去找李仁君，让他这样。去。呀！你说怪吧？这老太太是喜欢孩子的，可孩子的亲娘来了，她老喜欢上孩子娘了。你听，
他俩都唠多久了？哎呀，这一晃啊，都8年了。你舒红的孩子都这么老大了，咱能不老吗？想想呀，还是那时候好，人跟人亲呐。你看看现在，这高墙深院的住着，过来的人呢，不是来讨官的，就是讨利的，这没劲透了。您这一说，让我想起松竹旅馆的老板娘了。那人去年还来信往上海问候我，都成亲戚了。哎呦，这日本女人我算是领教了啊。那算盘打的，客客气气的就把你的钱给赚了。他跟我说啊，你们家吴先生是因为造假钱财。啊，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啊，我也不信的。可是那天就是来了好多警察呀，一个个都带着枪，气势汹汹的。其实日本的法律你哪里弄懂了？在咱们这儿不算什么事儿，可在那儿其实就是生意上的纠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没事就好。那吴先生现在回四川老家了。是吗？是的。你现在在凯之家住着方便吗？很方便。这凯之真是的，只是说亲戚家的孩子。他堂兄是我亲姐夫。哟，你看看，都这么近啊！我说这孩子，我就看着入眼，这一招一式啊，都熟透了。现在弄清楚了，真的都是熟透了的。男孩子这会儿正是最淘气的时候，狗都嫌。男孩哪有不淘的呀？我们家涂芳小时候在齐营里啊，没有一天不捣蛋的。哎，你们回国后，你俩见过面没有啊？您说您儿子？啊，我记得在东京，你们之间好像还有点别扭。报纸上常看到他的消息。那会儿谁能料到他能做这么大的官儿？你什么时候从日本回来的呀？比您儿子晚2年。这孩子是在东京出生的？是。几岁了呀？到年底满5岁，虚6岁。哦，嗨，老了，也没啥可打听的。这儿子啊，成天不着家，媳妇儿也没有一个生养。这都说，这你家呀正在兴头上，其实呢，也是驴屎蛋子，外头光。您儿子在哪儿？人在保定呢，陪着摄政王兄弟出差呢。哎，这本就不是他的事儿。哎，到哪儿去啊？哎呀，就到。到什么到？爷儿几个都累一天了，没工夫在这儿跟你遛弯。宝贝了，请。周到啊！こっちへいらっしゃい。早く。頑張れよ。しっかりしてね。こっちよ。早く。明日の正午までしっかり面倒見てやってくれ。決して明日の正午までこいつらを離すなよ。いいな。はい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、美館長。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な。造孽呀！1个星期的菜券全他妈玩完了。2位大人先歇着吧，辽县还有军务在身，恕不奉陪了。
替我好好的陪2位大人，别怠慢了。明白。啊，在下先告退。哎，我说，二贝勒他们今儿咋这么安分？那账都查怎么样啊？回君子大臣，账都查完了，几位卑子卑论非常满意，现已在客房休息。哦，那就好。土方，我也累了，你们外边聊，也挺着去了。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。